老公说他找到了此生挚爱，要和我离婚。他的挚爱，那个温柔可人的长发女人，昨晚把一份他偷税漏税、转移资产的完整证据链拷进了我的 U 盘。陆景川把离婚协议推到我面前的那个下午，窗外正下着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咖啡馆的落地窗上，把外面车水马龙的街景模糊成一片灰蓝色的色块。他坐在我对面，穿着一件我去年送他的深灰色羊绒大衣，手指交叉搁在桌上，无名指上的婚戒已经摘掉了，留下一圈浅浅的白色印痕。知微，签字吧。他说，语气平静的像在谈一笔十拿九稳的生意。房子归你，存款对半分，车归我。没有孩子，分割起来也简单。我没有看那份协议，我看着他的脸。这张脸我看了7年，从大学到现在，恋爱4年，结婚3年。他今年31，比我们认识的时候老了一些，鬓角多了几根白发，眼角添了几条细纹，但那双眼睛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此刻那双眼睛里没有愧疚，没有犹豫，只有一种志在必得的笃定。因为方晴，我问。他没有否认，只是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知微，我不想骗你，晴晴回来了。他是我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人，以前是，现在也是。我和他之间，他是你初恋。我替他说了。陆景川和方晴的故事，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圈里不是秘密。他们是高中同学，大学谈了4年，是所有人都觉得会走到最后的一对。后来方晴出国读书，2个人异地2年，因为误会分了手。陆景川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遇到了我。我们在一起4年，结婚3年。我以为时间可以填平所有旧日的沟壑。我以为一个男人愿意娶你，就意味着他把过去都放下了。显然我错了。他2个月前回国的。陆景川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很久没听到过的温柔。知微，这些年你对我很好，我知道，但感情这种事勉强不来。我不想像之前那样继续凑合，对你对我都不公平。凑合，我把这2个字在舌尖上滚了一圈。7年感情，3年婚姻，在他嘴里变成了凑合。那些加班晚归我去接他，创业时我帮他垫付工资，他母亲生病我在医院陪床的日子，原来都是凑合。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他皱了皱眉，那个表情我很熟悉，每次他觉得我在上纲上线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知微，婚姻不是恩情，不能一笔一笔的算账。你对我好，我对你也不差。房子我留给你，存款对半分，这还不够吗？雨越下越大了。咖啡馆里在放一首老爵士，女歌手用沙哑的嗓音唱着听不懂的法语歌词。吧台后面的咖啡师在低头擦杯子，隔壁桌的情侣在自拍，一切都和任何一个寻常的下午没有区别。我把那份离婚协议拿过来，翻开，条款写得很详细，房产分割，存款分割，车辆归属，债务归属，每一条都像被尺子量过一样精确。一看就是找专业律师拟的。你准备很久了？我问他。他移开目光，没有直接回答。早点签了吧，对大家都好。下周民政局开门，我预约了号。我看着协议最后一页，他已经在甲方签名栏签好了名字。陆景川3个字，写的和他这个人一样，利落、自信，不留余地。旁边乙方的签名栏空着，等着我。我把协议合上，抬眼看着他。行，
不过我有个条件。他眉头动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痛快。你说，下周五我请你和方晴吃顿饭，就当散伙饭。我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吃了这顿饭，我就签字。他看了我几秒，大概是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憋什么大招，然后他点了下头。行，我问问晴晴。他拿起手机，低头打字。我看着他那张被手机屏幕照亮的侧脸，忽然想起7年前在学校图书馆，他第一次跟我说话的场景。那时候他坐在我对面，我正在看一本枯燥的计量经济学教材。他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同学，你的笔掉了。我低头一看，笔好好的握在我手里。我抬起头，他正对着我笑，眼睛亮晶晶的。后来他告诉我，那是他能想到的最拙劣的搭讪方式。那支笔我现在还留着，可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会偷偷往我包里藏德芙巧克力的男孩了。他变得精明、冷静、斤斤计较。不，也许他没有变，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他。只是以前的我没有被放在他的账本上衡量过而已。陆景川放下手机，抬起头。晴晴答应了，周五晚上7点，地点你定。好，就定在我常去的那家粤菜馆吧。我站起来，把那杯只喝了一口的拿铁留在桌上，拿起包。走到门口时，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景川，你记不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说，志威，从今天起，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身后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轻了一点。记得，你没做到。我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雨还没有停，我没有打伞，走进雨里去拦出租车。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凉凉的流进领口，可我并不觉得冷。我只是在想一件事，如果一切顺利，方晴大概还不知道，他不是我丈夫的初恋，而是我布了2年才用上的棋。那天晚上，我给沈清发了条消息，他上钩了。周五晚上7点，老地方。沈清秒回，收到。学姐，你还好吗？我看着屏幕上这行字，想了想，回了他一个表情包，一只橘猫戴着墨镜，底下配文，稳得很。沈清回了一串省略号，他太了解我了。每当我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其实都在憋着点什么。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挂了电话之后，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很久。窗帘没拉，外面是城市深夜的灯火，明明暗暗的映进来。我从书柜最里面翻出一本旧笔记本，夹层里有陆景川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纸页已经泛黄，字迹也褪了色。我把它放在桌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折好，塞回去。我没有哭，我只是把那本笔记本重新放回黑暗的角落里，关上柜门，然后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你不欠任何人了。沈清是我的学妹，准确说，是我在大学会计系低我2届的直系学妹。她大3那年参加财税案例分析大赛，我是带队学姐。决赛前一天晚上，我们发现初赛提交的数据报告里有一处关键公式被队友写错了，如果带着那个错误上场，我们队连入围奖都拿不到。所有人都说算了，来不及改了。沈清没有说算了，他一个人通宵把2万多个数据点重新验算了一遍，早上6点把改好的报告发到我邮箱，然后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睡了40分钟。那天决赛，
我们拿了全国冠军。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沈清不是普通人。他没有太多话，看起来安安静静的，不太合群，但答应过的事，他一定能做到。他想清楚的事，一定不会回头。他有一种天生的执拗，像一把很钝但很重的刀，砍下去不快，但每一下都正中要害。毕业后，他进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又跳槽去了金融公司做风控，专业能力极强。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每个月至少聚一次，有时候是约饭，有时候是去学校旁边那家开了20年的馄饨店吃宵夜。他喜欢在碗里加很多醋和辣椒，一边被辣得直吸气，一边跟我说最近又遇到了什么奇葩客户。我在他面前从不端着，我们可以吐槽工作，八卦共同认识的同学，聊一些在陆景川看来无聊透顶的东西。他知道我家里的事，知道陆景川在婚后这些年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变得心不在焉，也知道我一直在怀疑他转移资产，只是证据还连不成线。所以当陆景川的连锁餐饮公司出现财务状况的1年后，当我在他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酒店入住单，并在他的网银记录里找到2笔大额资金转向一个陌生的投资账户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沈清。那天晚上他来我家，我把那叠银行流水的复印件推到茶几上，他盘着腿坐在我旁边，头发用一支圆珠笔随意挽了个髻，光着脚踩在地毯上，翻着那叠纸，翻到某一页忽然停住了，手指点在转账备注那一栏，戳出一个浅浅的指甲印。学姐，你老公这几笔转账走的全是洗钱常用的拆分结构，一个账户拆成2个，2个拆成4个，备注全写的货款。但这个收款方，他公司根本没做过这个品类的采购。所以这不是普通的出轨。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没有同情，没有义愤，只有一种被激发出来的职业性的警觉，这是要把你们的婚内共同财产转移走。后来的几天，我们几个辗转难眠的深夜，他把那些账目反复核算了几遍，发现更大的问题，陆景川不只向一个账户转账，其中一笔是以食材采购款的名义汇到他公司名下不存在的供应商账上，实际资金2次跳转后进入了他和方晴在海外注册的匿名控股合伙体，最终用来申购一份高净值国际投资产品。账面上的干干净净，几乎无可指责，但他的关单号和他配送单的日期对不上，菜品入库日期比货车定位记录里的到达时间早了整整4天。他在伪造发票链，沈清指着那些时间戳说，这种假账只要再延续1年，就会流进正规银行的风控盲区里，到那时你想追都追不回来。他挖的是你们所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暗渠。我想了很久，然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青青，方晴回国了，你知道方晴吧？他那个念念不忘的前女友。对，他回来了，2个月前。沈清把圆珠笔从头发上拔下来，扔在茶几上，往后仰靠在沙发垫上，双手抱在胸前，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用一种不太像学妹的语气说，那你想怎么办？我想让方晴帮我。他转头看着我，你疯了吧？我没有疯，我对他大致讲了我的打算。沈清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劝我算了。窗外的车流声来来去去，茶几上那杯给他泡的绿茶已经凉透了，茶叶沉在杯底一动不动。然后他忽然笑了一下，眼睛弯成一弯月牙，但那弯月牙里没有笑意，
是那种我看不懂的很亮的幽光。学姐，你想让我去接近陆景川？不是直接接近他，是接近方晴。方晴需要一个懂金融的朋友，你刚好是他新公司的财务顾问。陆景川对他的事向来上心，如果方晴信任你，他自然会信任你。他咬了咬下唇，你是想让我当你的间谍？这句话他在那个夜晚重复过一次，只不过那一次他嘴里没有咬着任何东西，他眼神定定的，认真的让人有些挪不开视线。我看着他的眼睛，青青，这不是命令，你可以拒绝。这件事有风险，而且很难，我不会强求你。他把那杯凉透的绿茶端起来，一口气喝完，把茶叶渣也嚼了嚼咽下去，好像在试味一样，尝着那点苦。然后他放下杯子站起来，把茶几上那叠流水复印件递还给我，脸上的表情就像当年在图书馆熬夜改方案一样，很累，但很坚决。行，我还有几个条件。我需要那些供应商签收单原件的高清扫描，你去找，别让他发现。我还要他那个税务顾问的联系方式，公司档案里应该有。剩下的我来。从那天起，沈清成了我的线人。第二天他就把事务所的工作辞了，辞职理由写的是个人职业规划调整，但真正的原因只有我知道。1周后，他进了方晴所在的那家金融咨询公司，以他风控背景和事务所经验去面业务经理，绰绰有余。他用了不到2个月就获得了方晴的信任，原因是他帮方晴识破了一起内部财务舞弊，有个同事在中介费确认单上动手脚，做了假增的第三方服务函，被沈清一套完整的审计底稿流程戳穿了。方晴当时当着全部门的面对他是这么评价的：你是第一个敢在我眼皮底子下给我纠错的年轻人。而方晴不知道，那套审计底稿的模板有一半是他学姐我帮他梳理的。后来所有的事都顺理成章，沈清进入了方晴的社交圈。方晴带他参加行业酒会，带他去高档日料店和健身俱乐部，在洗手间补妆的时候跟他聊私人话题，甚至把手机借给他帮忙修一张截图上的滤镜。沈清就那样安静温和、专业能干地待在方晴身边，几乎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只有我知道，他那双看似无害的眼睛是一台精准运转的扫描仪，而我每天都会收到他发来的加密邮件。方晴今天说了什么，见了谁，收到了哪家私募基金的名片，和陆景川的通话频率是多少，用了什么加密软件，一桩桩一件件清清楚楚地躺在我电脑那个叫做证据的文件夹里。有一次他发完当周的报告，最后额外打了一行字：学姐，今天方晴在办公室里跟人闲聊，说他年底前要把父母都接过来，景川已经替他签了委托书。我看着那行字，心里平静的分明应该有些疼，但我不疼，我只是回了他一句：知道了，你小心一点，别太累。回完消息，我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北京的冬天，雾霾很重，天色灰沉沉的，但远处的3环路上灯火通明。棋子不是他，他从来没有被我当成棋子。真正的棋子是方晴，那个女人以为自己在奔向爱情，但她的每一步都踩在我布下的网格上。但我还需要最后一把武器。陆景川有份加密文档，是他公司核心账目的最高权限备份，他从来不把它放在联网设备上，只在每周5下午财务封账之后离线拷贝，存在一个专用移动硬盘里，
放在他书柜最上层一本假书壳里。那本书的外封印着公司法典，打开里面是空的。我嫁给他这么多年，帮他整理了无数次书房，他大概真的以为我不碰那些厚重的法律典籍。可他不知道，我已经不是他以为的那个只会算账、不懂算计的妻子了。我可以拿到的，只是还不想打草惊蛇。沈清说，方晴最近在催他那边加快流程，离婚协议变成实际分割。因为方晴下个月就要入职行业联盟的合规委员会，对配偶的财务透明度有一票否决权。他不会让方晴难做，他会动那个硬盘。我需要做的只是在楼下叫一杯热拿铁，等他去洗澡的4分半钟。那顿散伙饭定在周6晚上7点。我选的地方是一家老牌粤菜馆，环境雅致，灯光暖黄，墙上挂着复刻的岭南花窗，包厢里隔音很好，关上门几乎听不见外面的声音。这地方是我和陆景川以前常来的，老板认识我们，每次都会多送一碟自制的 XO 酱。后来他不来了，我就自己来。他大概不知道，这几年我一个人吃了多少次这家店的干炒牛河。我到的最早，提前半小时。服务员给我倒了一杯普洱茶，我端着杯子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车流不疾不徐地流淌。城市的霓虹灯刚刚亮起来，把整条街映成温柔的红橙色。方晴是掐着点到的。推开包厢门，她穿了一件藕粉色的真丝衬衫，配米白色阔腿裤，头发是新烫的慵懒大波浪，妆容精致但不过分。她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美人，但眉眼间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让人想到春天午后的阳光。如果我不知道她是谁，也许会觉得这是个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的姑娘。陆景川跟在她后面进来，很自然地替她拉开椅子，等她坐下了，自己再落座。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从前他也是这样帮我拉椅子的。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在学校后门那家西餐厅里，他的手微微发抖，把椅子拉得太远，我差点坐空，我们笑了很久。如今他的动作已经炉火纯青了，像一个排练了无数遍的舞蹈演员。许姐好。方晴对我点了点头，礼貌而疏离，声音轻轻柔柔的，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不破费，散伙饭嘛，总要吃好一点。我叫了服务员上菜，把菜单递给他，你看有没有忌口的，随便加。方晴翻菜单的时候，陆景川在旁边帮他，头靠得很近，几乎要挨在一起。他说这个虾饺不错，你不是爱吃虾吗？他说不行不行，我最近减肥。他说你又不胖，减什么肥？两个人小声说小声笑，完全忘了饭桌上还有第3个人。我端起普洱茶喝了一口，烫，但我没有皱眉。我只是在想，这样的场景如果放在几个月前，也许我会摔杯子走人，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我看到的不是丈夫和新欢卿卿我我，我看到的是沈清发来的加密邮件里，方晴私下里发给陆景川的几条语音。那声音清晰地从我的电脑传来，你老婆的税务合规报告我帮你查过了，只要他签掉放弃诉讼条款，账上那几笔货款就不用走对冲了。你让姓沈的那个小姑娘离我近一点没关系，账外的事我已经都清理好了。服务员开始上菜，白切鸡、秘制叉烧、清蒸石斑、蒜蓉菜心，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我拿起筷子招呼他们，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方晴夹了一小块叉烧，
陆景川给他碗里又添了一块石斑鱼最嫩的腹部，他低头吃得很秀气，偶尔擦一下嘴角的酱汁。陆景川看着他，目光柔软的像一团被阳光晒过的棉花。吃到一半，我放下筷子。方晴，我问你一件事。他抬起头看着我，你跟景川在一起，是单纯因为还爱着他，还是因为他开的那家公司？陆景川皱眉放下筷子。志威，你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只是吃饭吗？我只是好奇。我没有看他，目光始终盯在方晴脸上。你们俩在一起之前，你知道吗？景川的公司去年偷漏税被查过一次，那时候我们还没离婚，不缴罚款，用的是我和他共同账户里的钱。知微，陆景川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茶杯里的茶晃出来，印在白色桌布上像一圈浅褐色的污迹。你够了，这些都是公司的事情，让他说。方晴按住陆景川的手腕，声音是那种刻意的平静。徐姐，我不太清楚你说的这件事，但景川的公司现在合规良好，如果你有什么误会，可以走正规渠道。大过节的，别拿这种事坏了大家心情。我没记错，你以前在业内也做过财务顾问。你应该知道，他有一份核心账目叫供应商付款核对总表，对吧？那里面每一笔大额外汇支出都有编号，最后一位数字代表资金最终流向的地区。方晴的眼神变了一下，只有0点几秒，很快，快到连陆景川都没有察觉。他重新夹了一块叉烧放进嘴里，嚼完才慢慢开口：徐姐，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听来的消息，我的工作一向合规。至于我和景川，我们在一起真的只是因为感情。很多年没见，重逢之后发现彼此都放不下，可能对你来说很不公平，但我希望你能理解，也早点走出来，签字对大家都好。感情，我把这2个字重复了一遍，然后望向陆景川。他正侧着头看方晴，喉结滚了一下。方晴微微对他摇了摇头。他们之间这种沉默的协作已经不需要语言解释了。我心里忽然有点想笑，但忍住了。我明白。我说，最后一件事，签完字，我会把我们一起买的那辆奥迪过户到你名下。以后年审那些的你自己去办，别再让秘书替你查交强险，你连保险公司是哪家都记不住。陆景川沉默了一下，他把那叠自制的 XO 酱往我面前推了推，动作很小，几乎没有被方晴注意到。你自己留着开吧，他说，你比我更需要。我不用。我把 XO 酱又推回去，车我已经转手了。当初买的时候，本来写的就是你的指标，车牌是你的，贷款也是你的名字，我用不着。方晴放下筷子，看着陆景川，他的表情管理依然完美，但我注意到他用筷子的那只手，无名指的指甲有一下嵌进了虎口的皮肤里。他在忍。饭后，我按下服务铃结账。账单拿过来时，陆景川碰了一下我的手腕，说我来。我说不用，这顿我请。然后把卡递给服务员，签了字。签完，我站起来，拿起外套，对包厢里的2个人笑了笑。陆景川、方晴，谢谢你们赏光。吃完饭了，按说好的，协议我会签字，周一你过来拿。不过有件事，我想提前告诉你们。方晴抬起头看着我，她那双温柔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警惕。下周5，海关那边会有一次例行检查。景川，你们公司上半年那批进口食材的报关单，记得提前核对一下。我说完，
披上外套，拉开包厢门走了出去。身后一片寂静，然后我听到方晴压低了声音在问：他怎么知道报关单的事？那个食材进口不是已经归档了？除了你我和财务总监，还有谁知道？他没有得到答案，因为我听到陆景川很轻地说了一句：他以前帮我整理过退税材料，不会有什么的。他的语气是那种安抚性的笃定，可我知道他此刻心里的不安大概已经漫上了喉咙。我没有回头，只是把外套裹紧，迎着夜晚的冷风走出了那家粤菜馆。走到街角，手机震了一下，是沈清的消息：学姐，海关那个入口编号你怎么拿到的？比我这边同步还快。我在他洗澡的时候翻了下他那本公司法典硬盘。你们以前培训说的真对，离线备份永远在假书壳子里。沈清发来一长串省略号，然后是2个字：服了。离婚协议签字后的第3天，海关稽查科的人走进了陆景川位于国贸3期的总部办公室，而我此刻正坐在3条街外的一间共享办公空间里，戴着一副防蓝光眼镜，通过沈清实时传来的现场监控文字播报，实时观看这场围猎。我的面前摆着一份厚厚的卷宗复印件，那是过去2年里沈清从方晴和陆景川手里拿到的所有犯罪证据。第一份是伪造的进口食材报关单，陆景川的连锁餐饮公司对外宣称进口日本和牛、挪威三文鱼，但实际上它的供应链成本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原因是他在中间加了一层皮包公司，由方晴在海外注册的空壳贸易商，专门用来虚增采购成本，把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地区。进口食材是真的，但报关价格虚高了将近 30%， 通过这种办法洗出利润，4年间偷逃企业所得税和关税合计超过1800万元。第二份是方晴参与伪造的发票链。沈清在他的工作电脑里发现了一整套空白发票模板，印刷编号与陆景川公司报销系统中的发票完全对应。这些发票被用来做虚假成本抵扣，涉及的供应商多达12家，其中至少有5家根本不存在，他们的注册地址是同一家代理公司提供的虚拟办公室。第三份是陆景川名下的海外账户流水，3个匿名账户，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开曼，一个在新加坡。账户资金与他在国内申报的个人所得税严重不符，3年间总计汇出超过2000万人民币，全部来源于公司账上虚构货款，再经多层跳转后的隐蔽转账。第4份才是最致命的。作为陆景川的第一债权人，他被冻结的个人储蓄和证券账户余额在扣除质押欠款后将被划入税务局的补缴案款。而我婚前购入的那间小公寓，房本上只有我自己名字的那间，不在追偿范围内。这几年我曾经提议把房产合并升级，换一个学区更好的地段，被他以影响公司贷款授信为由拒绝了。他当时说的是怕我折腾，他真正担心的是把他的个人资产限额拉高会影响他那边的增值税优惠层级。而方晴替他拟的拒并方案，我现在手里有原件。沈清的短信一条接一条弹出来：学姐，海关的人进会议室了。风账组把他去年6月的采购明细全部拉出来了。有一个对接员在翻关单，翻到第7页，他已经按出计算器了。陆景川让助理给律师打电话，脸色铁青。方晴现在在外面前台装访客，
我听到他高跟鞋的声音，他大概在等景川的消息，想把手机带进去。前台的刷卡记录刚被我这边同步到了调查组。稳住！我回他2个字，一边切换电脑屏幕上的窗口，打开我市税务局前同事帮我做的账务系统权限查询程序，同时从云端下载了一份我今天早些时候通过代理律师向经侦大队提交的字号档案。那是我用将近1年时间整理的核心卷宗，首页写着举报人匿名，被举报人陆景川，下面是一张关联了28笔可疑交易的流水清单。海关稽查只是第一步，他们的任务是确认进口食材的真实价格，一旦查实报关价格虚高，就会自动触发税务和外汇管理部门的联动调查。而我早就把完整的证据链，从伪造发票到海外账户，匿名提交给了税务稽查局和经侦大队。沈清这个月在方晴公司里拿到的最新转账事例，恰好补完了链条上最后一个环节。我不需要出面，我只需要坐在这个租金300块1个月的工位上，喝着速溶咖啡，看着他们自己往那滩浑水里跳。3天后，经侦大队正式立案。1周后，陆景川和方晴被带走协助调查。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家里给绿萝换盆，手上全是泥。手机亮了，是沈清打来的。学姐，他们进去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汇报今天的天气。几点？上午9点20。经侦和税务联合行动的，直接从公司带走的。方晴是在家里被带走的，他当时正在销毁文件。哦，他以为他在销毁文件。其实他那台碎纸机，我上周就帮他换了刀片，碎出来的纸片全都卡在纸篓的塑料夹层里，已经送到调查组那边了。我把一株绿萝放进新的花盆里，用铲子把土压实。窗外阳光很好，楼下有小孩在骑滑板车，笑声脆亮亮的。青青，我叫他的名字。谢谢你。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沈清说：学姐，你不用谢我，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帮你，也不全是为了帮你，我也有私心。什么私心？我想看看一个像陆景川那样的人最后是什么下场。挂掉电话后，我把手洗干净，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阳光。我想起2个月前签完离婚协议的那天，陆景川在民政局门口对我说的话。那时候他站在台阶上，手里攥着那个绿色的小本子，表情是如释重负的轻松。他说：志威，对不住，但以后你的日子也会好起来的。我说：当然会好起来的。然后我转身上了出租车，在车里我没有再回头。我掏出手机，在备忘录里打下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最后只留了4个字：时间自由了。审讯持续了将近3个月。陆景川的公司在案发后被全面查封，他的资产包括那辆他曾经说不贵就开着玩的黑色奔驰，全部列入清查清单。那3个海外匿名账户的余额被国际司法协作冻结，香港和新加坡快速响应。开曼账户在最后的解冻缓冲期内，因他记错了一个数字认证码，直接被划入国库偿债账户。方晴在审讯第4天就把所有事情推给了他。他说一切都是陆景川策划的，他只是以新公司义务帮忙处理一些文书工作，对他的偷逃税行为并不知情。他说他和他在一起纯粹是因为感情。
审讯录像里，他哭的妆都花了。女警递给他一张纸巾，他接过来说谢谢，然后抬了一下手腕。他戴了一只卡地亚的手镯，成色很新，是陆景川用第二个海外账户上最后一笔可动余额给他买的。我认的那笔数目，因为沈清在账目分析里带过一张汇款凭证，汇款附言写着 Love Forever。 女警问他，既然不知情，你为什么要把碎纸机里的文件塞进夹层？他哭得更凶了。他说他害怕自己被人利用。而陆景川在审讯室里始终没有说出任何人的名字，包括我。他在证据面前保持了沉默，但在审讯进行到第6轮时，他的律师给了他一份文件，那是我通过代理律师递交给法庭的最后一封补充材料，里面有一张他母亲当年在医院里写给我的便条。便条上只有2行歪斜的字：小许，谢谢你。景川这个孩子心冷，辛苦你了。我没有亲眼看到陆景川读到那张便条时的表情，沈清也没有。但他的代理律师后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被告人在看到第17号补充证据时，情绪出现了较大波动。庭审那天我去旁听了，法庭上他坐在被告席，穿着深蓝色的看守所马甲，头发剪短了，人瘦了很多。他在旁听席里看见我时，表情很复杂，有愤恨，有不甘，有一种被猎物反咬后的惊惶，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公诉人开始宣读证据，指认他偷逃税款、伪造发票、洗钱转移资产的32份卷宗全部呈堂。方晴坐在他旁边的共同被告席上，始终没有看他，他也没有看他。最后的量刑，审判长宣布被告陆景川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8年。被告方晴涉案情节清楚，但配合司法机关追回大部分损失，判处有期徒刑3年。法锤落下的瞬间，方晴开始哭。陆景川面无表情，他被法警带走时忽然转过身，对着旁听席的方向，对着我张嘴说了一句话，但法庭里太嘈杂了，我听不到他说的是什么，只看清他的喉结往上顶了又落，像吞咽了什么东西。后来沈清让我看庭审录像的回放，他的口型是谁？我不确定他问的是谁还是谁的错。我以前也许会想上去告诉他，你输给的不是我，是那些你以为永远不会有人发现的票据编号。现在他把这2样都吞了回去，而我没有告诉他任何答案。庭审结束后不久，方晴的代理律师联系我和沈清，问我们是否同意和他进行一次面谈。我同意了。见面地点在他服刑前最后一天，被安排在一间指定的会见室。他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没有化妆，穿着看守所的统一马甲，头发随意绑着，头顶有一小缕白头发，是他以前染了又补的那个位置，现在发根早就荒了。他看起来老了很多，不是年纪上的老，是那种精气神被抽干之后剩下的苍白色，像一朵脱水很久的花。他坐下后，隔着玻璃看了我一眼。他手里那只卡地亚已经不在了，手腕上只剩几道被手铐磨出来的淡红印子。徐姐，他开口，声音哑哑的。我问过律师，沈清是你的人，对不对？从一开始我没有否认。他扯了一下嘴角，那个弧度像笑又像哭。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了。什么时候？那天他帮我公司修补发票链，我看到他桌面右下角有你的加密邮件提醒。
他说是别的客户。我没有追问。景川说你是他见过做账最仔细的人。我那时候不舍得捅穿，因为我也有几张假单卡在他手上。他停顿了一下，用食指摩挲着玻璃框下缘一处污渍。他不是被你当线人塞给我的，对吗？他自己愿意帮你。当然。我以为他还年轻，可能会犹豫。他做得太完美了，连我妈妈喜欢什么牌子的燕窝都记得。现在想想，那种好根本不是一个当朋友的人能拿出来的。他是我的朋友，我说，只是从头到尾都不是你的。方晴沉默了很久。会见室里只有空调嗡嗡的声响，和远处走廊上偶尔传来手铐碰腰带的金属撞击声。然后他低着头说，你知道吗？景川在审讯室里想申请减刑，其中一个理由是他要把钱还给你，但钱已经全部被查扣了。法院问他想怎么偿，他说想申请一次和你面谈的机会。申请书被驳回的那天晚上，他哭过一次。我在隔壁隔着墙听不太清，以为他在骂人。后来看守跟我说，他只是趴在桌上，对着窗户外面叫你的名字，一遍一遍。也许他确实在叫我的名字。我说，只是和财务账目里那些数字一样，少了一个小数点。他叫的是他以为的许之薇，名字里带着他的歉意扣除额。方晴听完这句话，忽然笑了，笑得很轻，眼泪顺着法令纹往下淌。其实你们结婚那年，他给我发过一条消息，说他觉得你是他认识最懂事的人。我当时还在国外，想着懂事有什么了不起，能留得住男人。可是昨天看守所里，我对着镜子突然想到，懂事不是能留住谁，是能留住自己。是沈清的学姐教会你的吗？他问。我看着他的眼睛，即便隔着一层防撞玻璃，我的眼神仍然让他停顿了一下。不是你刚说的那句镜子前的话，你自己学会的。陆景川案终审判决的2个月后，我和沈清合开了一家财务安全咨询公司。公司在城南一栋旧写字楼的6楼，不大，120平，3间办公室加一个小会议室。窗户朝南，天气好的时候，阳光能把整个会议室铺满，照得墙上的营业执照金光闪闪。公司名字是我起的，知青咨询。沈清说这个名字太像奶茶店，我说那就对了，奶茶店才不容易引起竞争对手的警觉。公司刚起步那阵子，客户少得可怜。沈清在线上各个平台答财税相关问题，积攒口碑。我去做了几场女性创业者的免费讲座。第一位正式委托我们的是一个被前夫转移资产的中年女人，经营着一家很小的美容店。她手里只有一堆揉皱的转账单和几张模糊的手机截图，根本不够立案标准。沈清花了2周时间帮他把每一笔账都溯源归档，画出完整的资金流向图，最终帮他追回了将近40万元的婚内财产。那笔钱打回他账上那天，他拎着一篮自己蒸的包子来公司，坐在会议桌前哭了很久。沈清给他倒了杯水，他喝完了，又絮絮叨叨讲了半小时。后来我们送他走的时候，门还没完全关严，就听见他在走廊上对着电话讲那俩姑娘，人是真厉害。后来客户慢慢多了，有被男友冒用身份贷款的年轻女孩，有被合伙人卷走创业资金的小老板，有被子女偷偷转走养老钱的独居老人。我们不做离婚官司，只做一件事，帮那些在财务上被伤害的人把证据链搭完整，给他们指路，教他们怎么保护自己。
开业那天，方瑜之前帮我搞到遗体捐赠审批的大学室友送了一个花篮，花篮上写的贺词是祝开业大吉，举世无双。我说你这是祝花店开业还是祝咨询公司开业？他说差不多的，反正都是救命。沈清站在旁边看着那个花篮，难得的笑了一下。我说你笑什么？他说我笑我们终于不用再给那些骗子贴发票了。我说对，以后我们改给别人看发票。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照例去了学校旁边那家老馄饨店，2碗馄饨，多加醋，多放辣椒。沈清被辣得直吸气，一边吸气一边问我：学姐，你恨陆景川吗？我想了想，恨过。分手的时候就觉得一个人怎么可能把7年翻篇翻得像翻一页纸，后来我发现他不是翻页，他是把整本账簿都摔了。我现在不恨了，不是因为原谅他，是因为我还有好多事要做，没空恨他。沈清低下头，把碗里的馄饨捞干净，喝了一口汤，然后说：我也不恨方晴了。为什么？因为他放下碗，看着我，嘴角还沾着一点辣椒油。要不是他，我不会进这家公司，不会查那么多账，不会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做这些事，不会跟着你干。跟着我干很好吗？目前看来，比给前男友当免费会计强。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笑，但眼睛亮亮的。窗外的北京已经是深秋了，银杏叶铺满了整条街道，在路灯下泛着金黄色的光。吃完馄饨，我们一起走回公司。沈清走在前面，手里拿着手机在看明天的客户预约，头也没回，但放慢了步子，恰好能让肩膀的影子在地上和我对齐。我隔着2步远的距离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他第一次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来找我，说学姐你怎么变得这么瘦？那时候我把他拽进客厅，借他的眼睛来分辨丈夫灵魂里的真伪。他没有任何犹豫，像拆开一份恶意的账本一样，帮我把那个人彻底撕开。公司的窗户外头月亮很亮，我坐回电脑前面，打开邮箱，看到一封高律师发来的邮件。邮件附件里有一张刚更新的执行公告，上面写着陆景川名下最后一笔遗留款额已完成清偿。公告的最后一行是一串括号备注，写着经查，无其他债权人新增。陆景川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公司里那些精确到毫米的伪造数据，是哪一个前妻帮他重算过全部小数点。那些他以为被踢出局的人，后来组成了一个比审计师更不讲情面的团队。我关掉邮件，打开公司内部系统，开始写明天的客户报告。屏幕左上角公司 logo 的右上角挂着一行小字，我们标注在授权页模板下的准则，本报告基于真实数据，不删改，不协商。写到这里，沈清的工位方向传来一声低沉的闷响。我抬头看去，他正对着屏幕上某家新客户发来的合同条款皱眉，手指已经在键盘上开始敲修改意见。茶早就凉透了，他没有时间再添。我把我的椅子往他的方向滑了半圈，休息会儿，等一会儿。我便没有再劝。办公室里响起另一种安静，像打印机预热时发出来的微亮嗡鸣，不是空的，是被填满的。窗外月亮依然很亮。我重新点开文档第1页，在委托人一栏里写下2个字，一个新的名字。全文完。